深圳机场没人性，逼得我连滚带爬上飞机。就在前2天啊，10月25号下午，咱这个互联网上咣的一声扔下一颗炸弹，谁扔的呀？郑智化，就是那个唱水手、唱星星点灯的那个郑智化，那可是多少人的励志偶像啊！就这么一位大哥发条微博：深圳机场对残疾人的态度是最没人性的，远机位就算了，升降车停至机门，居然离机门地板25公分，我轮椅推不进飞机，腿也没法跨过机门。更恶劣的是，操纵升降车的司机根本不顾我的安全，完全不愿把升降机提高，冷眼看着我连滚带爬进了飞机。我已经算是一个有涵养的人了，但是对这种没有人性的行为跟态度，我忍无可忍。哎喂，我跟你说啊，这10几个大字啊，是字字带血，字字诛心呐。什么没人性啦，连滚带爬啦，你说这个词儿用的啊多重啊！哎，你想想，郑智化啊，身体不方便，那坐着轮椅，这几个词儿一组合，这个画面感噌的一下就出来了呀。一个残疾的年过60的老牌歌手，在这个机场呢遭到了非人待遇，孤苦无助，最后呢只能屈辱的手脚并用的爬上了飞机。这一下啊，这个互联网可就炸了锅了呀！那个评论区啊，瞬间就被淹没了。淹没在啥里面呢？同情、愤怒啊！太过分了！深圳机场怎么回事啊？必须道歉，必须整改啊！连郑智化都敢这么欺负啊？那普通残疾人怎么办呢？这简直就是职场霸凌，不是服务失职。网友们那叫一个义愤填膺啊！为啥呢？这第一啊，咱们对这种弱势群体啊，尤其是这种残疾朋友，那天生就有同情心的。这第二呢，这人是郑智化呀，是那个用歌手鼓励了青春的水手啊。这偶像被欺负了，那还了得呀？粉丝和路人啊，瞬间拧成一股绳，那真是千军万马过海下。这深圳机场那边呢，也是吓坏了啊！一看这个阵势啊，这热搜是蹭蹭的往上窜呀，这哪顶得住啊？那当天下午的18点05分，连4个小时都没到，赶紧道歉，对不起，郑先生，是我们的服务不到位，我们马上查。这态度还挺好，对吧？紧接着啊，就当天晚上连夜这个深圳机场就发了个详细的通报，咱把这个通报给掰开了揉碎看看啊，因为啊这个事儿它第一个反转，它就藏在这儿。这个机场说啊，这第一，为啥让您停在远机位，得坐那个升降车呢？对不住啊，因为您前面那个航班晚点了，晚了2个多小时，那进的廊桥机位啊，它全被占满了，我们也没有办法了，所以只能给您安排到远机位了。那这个理由吧，也算是合情合理吧。这飞机晚点，调度混乱，那常坐飞机的朋友都懂啊。这第二呢，也是最关键的啊。为啥这个升降车和机舱门有25多公分的落差？是不是这个司机故意刁难啊？这个机场就解释了啊，哥，这真不是故意的啊，这是安全规范呀。那是为啥呢？因为那个飞机的舱门啊，它是往外往下开的啊。你那个升降车它要是严丝合缝的对准机舱地板，那门一开，咯吱一下啊，就把那个飞机门给蹭了呀。那可是飞机啊，所以呢，这个25公分的落差是安全距离，是必须保留的。那第三呢，您是不是连滚带爬上去的？这个机场说，郑先生，我们查了啊，您不是自己爬上去的，我们现场是有一位地勤，还有1名空乘，是这2位协助您安全登记的。哎，你听听啊，这个道歉啦、澄清啦、给理由啦，最后呢，这个机场还给了一套组合拳，整改措施，我们马上优化流程，优先保障特殊旅客，我们买新设备，买那种能接上坡度的装置。这按理说啊，这个事儿到这儿也差不多得了呀。人家道歉了，解释了，还承诺整改了，这诚意够足了吧？可谁也没想到啊，这郑大哥的操作让所有人始料未及。10月26号凌晨啊，他先是发了个微博，说：“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我不再追究了。”那大伙儿心想啊，行啊，这事就算翻篇了。嘿，你猜怎么着？这转头啊，就几个小时之后，天刚蒙蒙亮，这郑大哥又发了一条。这一下啊，可不是不追究了，这是直接把战场给扩大了呀。他坚持自己的说法，说自己受到了屈辱，而且呢，他开始翻旧账了。他直接点名啊，说这个5年内好几个机场都刁难过他，点名南京。在南京安检，因为他的身体需要这个鞋里面有金属支架，他说安检粗暴的女性工作人员回答他，金属必须过安检，否则不能上飞机。
那点名新疆，在新疆登记啊，工作人员要托运他的拐杖，说这个操作啊有点粗鲁，让他心寒。再点名上海浦东，登机前啊，光是检查他那个拐杖啊，就花了30多分钟，他就急了，说要错过飞机了，提醒一下。结果这个工作人员就警告他，你不要影响我们工作。哎呦喂，这一下啊，这个地炮图开起来了，从深圳一下子干到了南京、上海、新疆。那如果说啊，这个翻旧账啊，只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大哥咋这么爱较劲呢？那他接下来说的话可就彻底点燃了网友的怒火了。他说他去过全球上百个机场，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刁难。他话里话外啊，开始夸国外的机场服务有多好多好，暗讽咱们内地的机场服务有多落后。你说这叫啥呀？这叫踩一捧一啊！朋友们，咱们说句公道话啊，你说这几年咱们国内的无障碍设施和服务是不是进步了？那都是有目共睹的呀。你不能说没问题吧，但你也不能说是一无是处啊。那你受了点委屈，转头就说还是国外好啊，你们不行，这就伤感情了呀。这网友的火呢就蹭的一下上来了。咋的？在这个内地受气了，那你去国外呀？刚开始还同情你哦，你这捧一踩一啥意思呀？那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最关键的一锤定音的证据，登机口的监控视频曝光了。这视频里是清清楚楚啊，时间呢是14:38分，一个穿着工作服的地勤小哥推着轮椅上的郑智化到了这个舱门口，舱门口呢站着俩空姐，立马就上前接应。那好，问题来了，这轮椅是咋进去的？这视频里看啊，那个轮椅它明显比这个机舱门要宽，这咋办呢？硬塞不进去啊！几个人就试了试，想把他连人带轮椅给抬进去，结果失败了呀。那接下来是关键啊，那个地勤小哥呢扶着这个郑大哥的胳膊，让他勉强的站起来。另外一个空乘呢站在他前面拉着，两个人一个扶一个拉，安全的把他送进了机舱。这整个过程啊是1分钟左右，利利索索，清清楚楚啊。那视频看完了，我请问连滚带爬在哪儿呢？没人性又在哪儿呢？没人帮在哪儿呢？我咋就只看见这个工作人员在那儿尽心尽力的帮忙呢？那小哥使劲的扶着，那空姐在前面迎着。这视频一出啊，舆论就彻底反转了。这下啊，轮到网友们炸锅了，评论区的风向180度大转弯。郑智化从人人同情的受害者，一下子变成了大家嘴里的造谣者，狼来了。这事儿啊闹大了呀，官媒都下场了。浙江日报发了篇评论啊，标题就问了一句话，特扎心哦。究竟谁在连滚带爬？官媒说的很明白啊，我们同情特殊群体的出行困境，这没问题啊。但是我们绝不纵容你借着弱势群体的身份滥用舆论、撒谎、带节奏啊。那这个火还没烧完呢，又有人来添柴了。先说这个陈震啊，他是玩车的，但是他自己也因为受过伤，有过长时间坐轮椅乘飞机的经历，他最有发言权利啊。这个陈震发了个视频，爆了个大料啊。他说：“朋友们，我跟你们说个内幕啊。”郑智化享受的这个服务啊，根本就不是常规服务，这已经是超规格待遇了。这个陈震说啊，他自己当年好歹也是航空公司的 VIP 吧，他坐这个轮椅啊，最多也就是推到廊桥舱门口，然后呢自己想办法挪进去。而郑智化用的那个举升机啊，就是那个升降车。这个陈震说啊，那个玩意儿啊，按航空公司的规定啊，是给谁用的？是给那种抬着担架完全动不了的危重病人用的，是用来运送急救担架的。但是结果呢，机场给郑智化用了，而且呢，这个现场啊有2名地勤、2名空乘，4个人围着他服务，还是从飞机的后门特殊登机的。陈震最后那句话啊特别扎心，如果这都不算照顾，那这个标准啊可能只会被越抬越高了。这话一出啊，好多真正坐轮椅出行的旅客都出来留言了。没错，我登机能有一个人帮我都谢天谢地了，能用上升降车，我想都不敢想啊。他这个待遇确实是顶配了啊，他还想咋地？胡锡进发文啊，提了3点，那叫一个一针见血啊。这第一点，先理清事实再开炮啊。这老胡说，人家这个监控显示升降机啊已经升到最高了呀，你再升就要撞到飞机舱门了。而且呢，这个飞机舱门啊本来它就低于这个机舱地板，这是为了气密性，这些都是专业常识。你郑智化没有搞懂就甩锅，说人家故意刁难，这合适吗？不妥当啊。那这第2点呢，
不要滥用舆论啊，别被情绪裹挟。这老胡直言不讳啊，没人性这个词啊，太极端了呀！这明显就是你情绪上头了。哎，你说你一个公众人物啊，这个影响力这么大，那你一带情绪呢，几百万的粉丝就跟着你冲啊，这对那些真正干活的工作人员公平吗？你这是在误导舆论，伤害做事人呀。那第3条，这名人啊更需要谨言慎行。这老胡说，哎，你郑智化呢是影响过一代人的歌手啊，那你一句话比我们普通人喊100句动静都大呀，你更应该守住底线，不能用夸张的词儿去煽动对立。这一下啊，这个郑智化是真坐不住了呀。10月27号，郑大哥终于道歉了，他发了个澄清道歉的帖子，承认自己用词不当，也专门对那几个帮助他的工作人员表达了谢意。可是这个道歉嘛，晚了，非但没有平息争议啊，反而招来了更多的吐槽。这评论区里啊，铺天盖地的都是郑智化变了。为啥对这个郑智化这么失望啊？那这个事啊，放到任何一个网红身上，大家可能骂2天也就散了。为啥放到他身上，大家就这么意难平呢？这个答案呀，就藏在他过去的人设和今天的言行对比里。咱们印象里这个郑智化哦，那是神人呀，2岁得病瘫痪，7岁前啊都只能爬呀，但是他硬靠着毅力考上大学，进了广告界，成了广告鬼才。后来跨界唱歌，写出了《水手》《星星点灯》《大国民》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在当年那个年代啊，那真是无数人逆境里的精神支柱啊。他不光是歌励志啊，立场也正啊。他多次公开说两岸同根同源，认同自己是中国人，这在当年多拉好感呀！这是一个啥形象？坚毅不屈，有才华，有骨气，有立场啊！可是如今呢，咱们看到的是一个一点不顺就炸毛的模样，是那种得理不饶人，无理也要闹3分的姿态，是受了超规格待遇还回头骂人家没人性的巨婴。这跟当年那个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的硬汉啊，还是一个人吗？哎，这反差也太大了呀！那他这个情绪化是早有伏笔的，就说这个2022年哦，星星点灯在这个综艺上被改了歌词儿，结果这个郑智化当场就发飙了，公开怒怼节目组啊！哎，咱说这回事啊，说到底他为啥这么激动啊？那有人就分析啊，可能还是跟他常年的残疾经历有关呀。这身体的不便让他从小就比别人更敏感，甚至自卑。那虽然他靠这个努力活的是很精彩，但是这种敏感他是刻在骨子里的。当他遇到那25厘米的落差时啊，他可能本能就解读为不被尊重、被敷衍、被歧视。那多年的委屈和敏感一下子就爆发了，所以他就用了最极端的词儿，没人性，连滚带爬。那如今啊，他63岁了，这个身体状况据说是越来越差了。脊椎侧弯加重，这生理上的痛苦啊，更容易让情绪失控。他可能觉得啊，哎，我必须强硬发声才能保护自己，但是没想到啊，这个用力过猛，把自己的人设给干崩了。这个事儿里头啊，没有赢家，郑智化呢是输了口碑。这深圳机场啊，挨了骂，虽然是冤枉啊，但是也是确实暴露了服务细节还能提升。那几个工作人员呢，最倒霉了，干了活啊还被网暴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小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